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探討一個能夠決定人類生死的終極關鍵，也就是我們到底該如何清晰地看見生物分子的原子結構。你可能會想，看見原子結構為什麼這麼重要？其實，現代醫學的本質就是去設計出能夠精準綁定在特定生物分子上的藥物。你可以把這想象成一場圍觀世界的戰爭。如果我們連敵人的長相，甚至是敵人的防禦弱點都看不清楚，我們根本無法開發出能夠一擊必殺、拯救生命的特效藥。而今天的主題——冷凍電子顯微鏡技術，正是打開這扇圍觀世界大門的終極鑰匙。它不僅僅是一台儀器，更是人類對抗疾病歷史上的一次重大典範轉移。今天的內容非常扎實，我們將會一步一步拆解這項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頂尖技術。我們的解析藍圖包含6大階段：第一是蛋白質解謎困境，第二是看見未見之物，第三是玻璃態冷凍技術，第四是解析度革命，第五是設計更好的藥物，最後第6，我們會一起探討醫學的未來走向。第一章蛋白質解謎困境，這也是我們尋找疾病目標分子時最常遇到的視覺盲區。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要治癒一種疾病，首要任務就是必須清晰地看見導致疾病的目標分子。我們來嚴格定義一下什麼是分子醫學。分子醫學的核心概念就是去設計出具有高度針對性的藥物，這些藥物分子會精準地結合到特定的生物分子上，進而改變這個生物分子的行為，最終達到對抗疾病的目的。這就像是打造一把極度複雜的專屬鑰匙，去解開特定疾病的鎖。在過去，分子醫學有一位歷史級的英雄，叫做 X 射線晶體學。這項技術曾經取得巨大的成功，例如科學家就是利用它解開了血紅素的結構，對吧？但是這項曾經主導醫學界數十年的偉大技術，卻存在着一個極度致命的生物學盲區。重點來了。X 射線晶體學有一個非常嚴苛的前提條件，它要求分子必須整齊、緊密的排列，形成規則的晶體。這在物理學上看似合理，但在生物學上卻是個大災難。為什麼？因為真實的生物體內環境是混亂的、動態的，就像是一鍋不斷沸騰的湯。許多維持我們生命運作的關鍵生物分子，它們天生就是游離的狀態，根本拒絕形成 X 射線分析所需要的整齊晶體。當分子無法結晶時 ，X 射線技術就完全失效了，再讓科學家在面對許多重大疾病時處於完全盲目的狀態。我們知道敵人在哪裡，但我們就是看不見他。我們可以更具體的對比一下這兩種技術在邏輯上的根本差異。X 射線晶體學，它要求的是緊密堆疊的規則秩序，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僵硬的、被強迫固定的靜態狀態。這就像是要求所有人站得像軍隊一樣整齊，一動也不動才能拍照。相反地，冷凍電子顯微鏡技術帶來了真正的突破。它採用的是一種極度前衛的方法，也就是所謂的單離子技術。它允許分子保持自由漂浮、互不相連的自然狀態。這意味着我們終於可以觀察到分子在最自然、最真實、最具有活性的狀態下的模樣。這對藥物開發來說，絕對是一個徹底改變遊戲規則的優勢。我們繼續聊下去，進入第2章，看見未見之物。這也是科學家如何突破物理限制，發展出單粒子技術的精彩過程。既然我們不能強迫分子排隊結晶，那我們到底該如何捕捉它們極度微小的立體形狀？2017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約阿希姆·法蘭克博士提出了一個天才般的解決方案。為了理解這個複雜的運算過程，他提出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我們可以稱為水母類比。大家想象一下，電子顯微鏡的射線穿透物體，就像我們看透一隻漂浮在海中的半透明水母。當你從不同角度觀察這隻水母時，你會看到不同的二維平面投影。法蘭克博士的聰明之處在於，他巧妙地利用了1917年由奧地利數學家約翰·拉東所提出的數學定理。透過強大的電腦運算，只要我們收集到足夠多來自各種不同隨機角度的二維電子快照，電腦的數學公式就能幫我們逆向拼湊出這個物體的完整3維立體模型。我們來具體拆解法蘭克博士的單粒子工作流程，這總共分為4個關鍵步驟，每一個步驟都需要極度精密的控制。
第一步，將樣本急速冷凍在玻璃鈦冰中；第二步，用極低劑量的電子束去撞擊樣本。這裡強調低劑量是為了避免強大的電子能量直接摧毀脆弱的生物分子。第三步，捕捉成千上萬張不同角度的二維投影照片。第四步，也是整個技術的靈魂所在，使用電腦進行影像对齐，並重建出三維模型。你要知道，這些分子在溶液中是完全隨機翻滚的，我們事先根本不知道快照拍到的是分子的哪一個面。這需要極度龐大，甚至可以說是暴力等級的運算能力，去對比分類這數以萬計的雜亂影像，找出它們的關聯性，最終才能奇蹟般的讓清晰的立體結構浮現出來。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我們進入第3章，玻璃鈦冷凍技術。這是如何突破高真空環境，完美保存樣本的關鍵。剛才我們輕鬆帶過的冷凍這2個字，其實在實務上隱藏着一個巨大的物理障礙。因為電子顯微鏡內部必須保持極高的真空狀態，如果你把含有水分的生物樣本直接放入真空，水會瞬間沸騰蒸發，分子會當場解體毀滅。但如果我們用傳統的方式把水結冰呢？冰晶在形成時會膨脹，這就像無數把微小的奈米利刃，會把脆弱的蛋白質結構徹底切碎。這個絕境的解答是一種被稱為玻璃鈦冰的奇蹟物質，這是由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亞特杜波歇所開發的技術。玻璃鈦冰是一種像玻璃一樣完全沒有晶體結構的水的狀態。它的製作方式極端且暴力，將樣本以極快的速度瞬間投入攝氏零下近200度的液態乙烷中。因為結凍的速度實在太快了，水分子根本來不及排列成冰晶，沒有冰晶的膨脹與穿刺，這就完美的保存了樣本的偏燃結構，讓科學家終於能夠在不造成任何結構損壞的情況下，將分子鎖定在它們最自然、最原始的狀態。這項技術絕對是整個冷凍電子顯微鏡得以成功運作的最關鍵催化劑。第4章，解析度革命。科學界是如何從早期的斑點學跨越到近原子級的極際清晰？有了前面提到的軟體運算與冷凍技術打底，我們終於從早期被戲稱為斑點學的模糊影像，跨越到了近原子級別的清晰度。這是一場視覺與數據的徹底進化。我們來回顧歷史時間線上的3大關鍵里程碑。1987年，玻璃鈦冰技術與法蘭克博士的單粒子技術正式結合，這是冷凍電子顯微鏡真正具備實用價值的誕生時刻。到了2012年，這是一個決定性的硬體轉捩點，直接電子測測攝影機問世。過去科學家只能使用傳動底片去記錄電子數，訊號轉換的過程非常模糊，而直接電子攝影機徹底解決了這個最後的硬體瓶頸，讓影像清晰度呈現指數級的飆升。正因為這數十年來無數科學家在軟硬體上的累積，當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時，人類才有能力在短短幾天內精準繪製出新冠病毒的棘蛋白結構地圖。第5章，設計更好的藥物。當我們看得夠清楚，我們就能針對原子凹槽量身打造解藥。顯微鏡下的極致清晰度到底能帶來什麼實質的醫療幫助？答案非常直接而且殘酷，它能引導強大的新型療法誕生，決定病患的生死。當我們能看見原子的排列，我們就能為那些過去被認為無藥可醫的疾病量身打造專屬解藥。我們可以明確地對應疾病與它們的目標分子。根據醫學數據的統計與分析指出，在癌症治療的領域中，科學家目前將研發目標鎖定在名為 CDK 的細胞周期激酶。對於囊狀纖維化這種嚴重的致命遺傳疾病，目標是 CFTR 離子通道；而針對新冠肺炎，目標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棘蛋白。冷凍電子顯微鏡最強大的地方在於，它不僅僅能讓你看到這些分子，它還能精準標示出癌症調節因子和囊狀纖維化通道的確切突變位置。這意味着藥物設計師不再是盲人摸象，他們可以針對這個特定的原子凹槽，精準設計出完美契合的藥物分子，從根本上阻斷疾病的發展路徑。在這裡，我必須特別強調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12天。這是現代冷凍電子顯微鏡展示實戰價值的最佳證明。在科學家取得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後，
研究團隊僅僅花費了12天的時間，就成功重建出新冠病毒棘蛋白的3維原子結構模型。你要知道，這種等級的結構解析，在過去可能需要耗費幾年，甚至10幾年的時間。如果沒有這項技術，我們根本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了解病毒入侵人體的機制，更不可能如此迅速地開發出拯救全球的疫苗。這在過去的科學界是完全無法想象的奇蹟，但現在它已經成為現實。這些科學突破的背後，代表的並不是冰冷的數據，而是無數真實的生命。法蘭克博士在獲得諾貝爾獎後，收到了一封來自病患祖父的信，信中寫道：“我想加入祝賀的行列。我有一個特別的理由要向您表達感謝。我7歲的孫子傑克森在剛出生時就被診斷出患有囊狀纖維化。”這段話真的非常觸動人心。當我們在談論極致的解析度、複雜的數學公式與冷冰冰的高科技儀器時，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項技術最終的核心價值是為了帶來生存的希望，是為了拯救那些受疾病折磨的家庭。帶着這份深刻的社會使命感，我們來到今天的最後一個章節——醫學的未來，看見動態，並與人工智慧深度結合。這項已經獲得諾貝爾獎肯定的頂尖技術，接下來還會朝着哪個方向進化？目前未來的發展方向非常明確，主要有3個核心趨勢。第一，轉向毫秒級的時間解析追蹤。我們不再只滿足於看到靜態的高畫質照片，科學家現在正致力於將冷凍電子顯微鏡變成一部超微觀的高速攝影機，去捕捉蛋白質在化學反應過程中的動態影片。第二，捕捉中間過渡狀態，疾病的發生往往在一瞬間的結構變化中。如果我們能看到分子變形的中間過程，就能找到蛋白質最脆弱、更容易被攻擊的藥物靶點。第三，與人工智慧工具，例如 AlphaFold 進行深度的協同合作。雖然人工智慧能大幅加速結構預設與數據的解讀，但我們必須釐清一個邏輯。人工智慧的準確度依然極度仰賴於冷凍電子顯微鏡所提供的真實實驗數據作為基礎，兩者結合才是未來的最強解方。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從 X 射線無法解析游離分子的盲區，到冷凍電子顯微鏡透過單粒子運算與玻璃態冰技術，成功將未知的蛋白質化為清晰的立體地圖。看見未見之物，讓我們不再盲目瞎猜，而是能精準掌握原子的動態。這正是現代分子醫學得以量身打造特效藥、破解不治之症的最強大武器。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蕭，我們下次見，拜拜。